Briefing 1 1960年，一个平凡的瞬间在古巴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的镜头下被永恒的定格，成为了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影像之一。这张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照片，捕捉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切格瓦拉的决绝与深邃，他的目光穿越镜头，仿佛能触及每一个看见他的人的灵魂。科尔达的这一作品，不仅展现了格瓦拉作为一位革命者的英勇气概，也将他的形象永久地铭记在世界历史之中。这张照片后来被广泛传播与使用，成为了抗争与自由的全球象征，激发了无数人对于正义和改变世界的渴望。Briefing 2 1970年标志着一个全球性努力的成果——核武器不扩散条约 NPT 的正式生效。这是为了防止核子武器的进一步扩散而制定的国际协议，由联合国倡议，最终有43个国家批准。这一举措昭示着国际社会对于核安全与世界和平的共同承诺。核武禁扩条约不仅旨在阻止新的核武器国家的出现，还试图促进核武器的裁减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这份条约的生效被视为冷战时代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后来的国际核裁军和核安全措施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带来了对于一个更加安全、无核化的未来的希望。Briefing 4在1861年的春天，美国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亚伯拉罕·林肯，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简朴律师，宣誓就任了美国的第16任总统，也成为了第一位代表共和党的领导人。这不仅是个人荣耀的巅峰，更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林肯总统面临的是一个四分五裂、边缘崩溃的国家，他的就职象征着希望的曙光，预示着团结与和平的可能。林肯的领导力、坚定信念和对自由的执着追求，最终引导国家走向了解放奴隶、维护联邦完整的道路。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林肯成为了美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标志性人物。Briefing 4 1938年，沙特阿拉伯的大地上发生了一件改变其国家命运的大事，首次发现了石油。这一发现不仅预示着沙特从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之一，也标志着世界能源地图的重大转变。随着黑金的涌现，沙特阿拉伯迅速崛起，成为中东乃至全球经济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这个发现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沙特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广泛关注，同时也为沙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和发展机遇。从此，沙特与石油紧密相连，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Briefing 5在2001年，一个标志性的科学成就震惊了世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6国科研机构联合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其初步分析结果。这一里程碑事件被广泛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它不仅揭示了构成人类遗传身份的秘密，也为未来的医疗健康、疾病预防和治疗开辟了新的道路。这项工作的完成是国际科学界合作的典范，展现了跨国界共同努力可以如何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此项成就不仅增进了我们对生命本质的理解，也为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可能性。Briefing 6在1898年的一个寒冷冬日，北京城内的气氛与往常不同。历史上这一天，2位中国的重要官员李鸿章和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静聚首颐堂，签下了一份重要的文件——骄傲租界条约。这不仅是一份简单的文件，而是一份将改变历史进程的协议。在这份条约的见证下，德国获得了在中国胶州湾的租界权利。尽管外界充满争议和担忧，但这3位代表却以坚定的笔触，在历史的长卷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北京的冬日虽寒冷刺骨，但在那一刻，3国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开启了新的一页。Briefing 7 1899年，世界迎来了一场静默却又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一年，一个名为阿司匹林的药物获得了官方的批准，正式走向市场。
这不仅仅是药品上市的简单事件，而是医学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阿司匹林以其独特的抗炎、镇痛效果，成为家庭医药箱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在那个时代，它像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无数患者的希望之路。随着时间的流逝，阿司匹林的名字被镌刻在医学的殿堂里，成为了改善人类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Briefing 8 1932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蒋中正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职位不仅仅标志着蒋中正在国民政府中的军事领导地位，更象征着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他的策略和决策深刻影响了国民政府与各派系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抗外来侵略的战略。蒋中正的领导风格和政治手腕，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任命不仅是个人荣誉的象征，更是国家未来方向的一次明确宣告。Briefing 9在1937年的中国，老舍先生用他的笔，为我们讲述了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骆驼祥子》。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是文学的杰作，更是对那个时代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深刻剖析。祥子，这位勤劳却命运多舛的人力车夫，他的梦想、挣扎、失落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都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老舍通过祥子的故事，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以及普通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与坚持。这部小说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Today's topic 在一个充满冷战阴影的1967年，世界的目光突然聚焦于一个不同寻常的逃亡故事。斯维特兰娜·约瑟夫·娜·阿利卢耶娃，这个名字或许在平常人的生活中并不为人所知，但她的身份却足以让这个故事充满了无尽的好奇与讨论。她是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的女儿。在那个年代，斯大林的名字早已成为恐怖与权力的代名词，他的统治影响着全世界。然而，在所有权力的背后，斯维特兰娜选择了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道路，叛逃至美国。这个决定不仅仅是跨越国界的行动，更是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巨大飞跃。想象一下，斯维特兰娜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心中充满了怎样的挣扎与决绝？他是如何秘密计划，如何躲避克格勃的眼睛，如何承受背叛家国的重压，最终踏上飞往自由世界的飞机。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逃离，这是对于身份的抗争，是对于过去的一次告别，更是对于未来未知命运的勇敢追求。在斯维特兰娜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个人意志对抗体制的力量，看到了在冷战阴影下人类对自由渴望的不灭火花。她的故事不仅仅属于历史，它提醒着我们，不论身处何种环境，对于自由与真理的追求永远是人类不可磨灭的本能。在阅读她的故事时，我们不禁要问，面对绝对的权利，我们是否也有勇气追求内心的自由？在斯维特兰娜选择离开一切熟悉的东西后，她的生活又会如何展开？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命运，也在冷冷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注脚。斯维特兰娜抵达美国的那一刻，并不是故事的终结，反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她的叛逃行动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东西方政治舞台上一场关于意识形态斗争、个人自由与政治亡命者待遇的讨论随之爆发。斯维特兰娜的选择不仅仅触动了冷战时期敏感的国际政治神经，也挑战了人们对于家族、忠诚和个人信念的深层次思考。在美国，斯维特兰娜试图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但她很快发现，脱离了斯大林的阴影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她的每一步行动都被密切关注，每一次公开露面都可能成为新闻头条。尽管她追求普通的生活，希望能够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被人认识，但世人总是更加好奇她作为斯大林女儿的身份。斯维特兰娜的个人经历成为了一种象征，
象征着在压迫和自由之间挣扎的每一个灵魂。随着时间的推移，斯维特兰娜在美国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她开始写作，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思考。她的书籍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让读者们不仅仅看到了一个政治亡命者的困境，更看到了一个女性在逆境中寻找自我、坚持信念的勇气。她的生活和作品成为了人们了解苏联历史、理解个人与政治冲突关系的重要窗口。然而，斯维特兰娜的心里始终留有一片空白，那是她对故乡的思念，对未能和家人团聚的遗憾。在她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在追求自由的同时所承受的巨大个人牺牲。她的生活告诉我们，政治的力量虽然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内心的力量和对自由的渴望才是支撑人生前行的最大动力。斯维特兰娜的叛逃不仅仅改变了她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在冷战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她的勇气和选择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关于自由、信念和个人选择权的重要讨论话题。她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每个人心中关于家国、身份和自我价值的深层次思考。在斯维特兰娜的故事结束时，我们不禁思考，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逃离还是面对？是放弃还是坚持？每个人的答案都可能不同，但斯维特兰娜的生命旅程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一种面对困境时不屈不挠的精神。她的故事虽然充满了悲伤和挑战，但也是对生活不懈追求和对自由渴望的最高颂歌。